暴风雪山庄，推理界最经久不衰的手法之一。简单来说，就是某个封闭环境内发生了命案，所以凶手一定是被困其中的人之一。自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首创这个手法后，小生看过太多暴风雪山庄模式的电影了。命案发生地从孤岛到林中小屋、汽车旅馆，甚至是出门就会被爆头的酒吧，亦或是面试现场。小生自认为什么花样都见过了，这个模式真的还能再创新吗？还真能。给出答案的是以零废话、脑洞大、神反转著名的日本短篇推理之神大山诚一郎。最近他的短篇集《全员嫌疑人》中的第一个故事就被搬上了大荧幕，确实零废话，电影直接零针起手，不像其他电影一样先解释这个山庄是怎么不能跟外界交流，从而形成密室的，直接告诉你是这样，通往民宿的桥这个密闭空间五支箱旅馆中的人物也只有6个：老板江田、老板的妹妹服务员江敏、休假警察宋志文、侦探小说家孟竹、钢琴调音师黄木子，以及突然来访的马先生。而且几个人晚上刚凑齐吃了顿饭，第二天一觉醒来，老板江田倒地暴毙。你这带给我找来。妹妹江敏房间没有任何收拾离开的迹象，但她却人间蒸发般消失了。凶手就在几个人之中，他是谁？大山诚一郎的脑洞的确是大，暴风雪山庄模式发展了这么多年，除了密室花样百出，人物设定也千奇百怪。致命 ID 里有精神分裂症，极限空间里有数学天才，甚至电梯里的恶魔中干脆真有鬼。无一例外，主角团中必须利用某种破局的超能力才能锁定真正的凶手。而全员嫌疑人中的4个人，谁是那个超能力拥有者呢？你肯定也猜到了，是休假警察宋志文嘛？没错，但你肯定猜不到他的超能力是啥，因为在小生看来，宋志文可以说是推理界头号废柴，现实版毛利小五郎，几乎没有任何办案能力，可他却可以骄傲地说一句：有我没用，没我还不行。因为在以他为中心的球形空间里，所有人的推理能力都会大幅提升，只要有他在，人人都是福尔摩斯，因此这个超能力又被称作华生力。我知道是谁干的。我知道凶手是谁。你知道谁是凶手？华生力果然又起作用了。可如此一来，新的问题也来了。凶手就在4人之中，其他2人的推理能力提升了，凶手也同样如此。他一定能想出比平时更精妙的手法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我们来看一眼凶案现场，老板江田胸前中枪，平躺着死在自己房间的沙发旁，子弹从他右手的手枪贯穿胸腔，弹头留在了墙上他亲手画的油画上。蹊跷的是，地毯上留下了5个奇怪的十字形血痕，这是什么意思？孟竹率先做出推理，血痕这是江田死前留下的线索。他一把拽开马先生的衣袖，正是他前一晚无意间瞥见的十字架纹身。可马先生说的也对，且不说黄木子也信教，更关键的是，江田如果真要画十字架，画1个就行了，干嘛费劲画5个？所以一定是凶手看见他画了什么。他的推理是，江田画的其实是5条竖线，他想指认的其实是昨晚点了旅馆招牌5支安神香的黄木子。宋志文也跟同事联系上了，案发的那支枪型号罕见，跟5年前本市一起银行杀人抢劫案有关。这案子宋志文有调查，孟竹也一直在关注，他就是怀疑江田和江敏是当时的凶手，才入住来收集素材的。而黄木子则是银行案目击证人。可黄木子也有话说呀，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带枪来，确保万无一失，偏偏要用5年前的枪暴露自己？说到这儿，聪明的你肯定也发现了，我们好像漏了什么。没错，那张嵌入弹头的油画。宋志文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了，他发现江田的油画架上少了一幅画，也就是说，江田的房间很可能并非命案第一现场。大家赶紧挨个房间查找那张画。孟竹的房间没有，黄木子的房间没有，马先生的房间没有，甚至空的房里也没有。推开宋志文的房间，嫌疑居然落到了几乎没有推理能力的宋志文头上。你们是来欺人不？这是一个凶手的诡计，还是几个凶手的合谋？后续剧情实在令人期待。全员嫌疑人好玩就好玩在这儿，宋志文的超能力完全帮不到自己，却在帮村民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帮到了狼人。其他人的推理都合乎逻辑，又都存在漏洞，因为与其说每个人都在找凶手，倒不如说更像是在绞尽脑汁洗脱自己的嫌疑。是的，不光坏人在栽赃嫁祸，好人也有时不得不互泼脏水。这不是一场
指证的风暴，而是一场自证的漩涡。电影改编自《全员嫌疑人》中第一个故事，原著小生看了好看，电影在原作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人设和故事，极大丰富了这个原本仅靠脑洞和反转支撑的故事。比如5年前的银行杀人抢劫案，跟每个人都有牵连，比如加入了宋志文好赌欠债等人设，让每个人身上的嫌疑都更重了几分。比如江田是个怀才不遇的画家，让关键线索油画更加清晰等等，这些都在大山诚一郎只求速战速决的畅快感上又多了几分值得咂摸的余味。你不会像在绝大多数推理片中那样全程被一个天才牵着走，相反，因为几个人都是纯粹外行，即便是在华生力的加持下，只要你看得仔细，也会发现他们推理中的漏洞。小生自己看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说一句，不对吧，这里有问题。大家陷入逻辑困局了。整个观影过程代入感极强，如果你也想主导一场探案，9月15日中秋档《全员嫌疑人》恐怕就是你最好的选择。